我敢说，90%的人都没看懂韩红事件的真正意义。这根本不是一场明星八卦，而是中国普通人的公益意识。第一次集体觉醒，我们不再迷信圣人光环，我们开始较真每一分钱的去向。大家好，今天我们不谈饭圈恩怨，不做情绪站队，只从信任逻辑和商业本质出发，拆解这场全民热议的公益风波。为什么一句看似寻常的走个面，能掀翻韩红20年积攒的口碑？为什么曾经的公益定心丸，如今成了全网质疑的焦点？事情的导火索是冯小刚新片抓特务的首映礼。作为影片的配乐创作者，韩红登台喊话现场观众：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这话放在普通演员、导演嘴里，顶多是句接地气的江湖客套，甚至有人会夸一句真性情。可从韩红口中说出来，舆论瞬间炸了锅。核心原因从来不是话术本身，而是说话者的身份权重早已和公益公信力深度绑定。过去20年，韩红在大众心中的核心标签早已超越了歌手身份。灾情一线的驰援、公开的捐款以及常年深耕公益的形象，让他攒下了国内最顶级的道德光环。老百姓愿意把省吃俭用的钱捐进他的基金会，愿意在灾情里喊出只信韩红，本质上信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份纯粹的善意。可当这份靠公众善意堆积出来的话语权被拿来给商业电影做人情背书，被用来换取票房热度时，所有人都会产生本能的不适。大众愤怒的不是你在台上拉票，而是你不能左手用普通人的血汗钱给自己树上一尊金身，右手又把这尊金身当成在娱乐圈混面子的社交筹码。一句走个面暴露的是公益身份与私人资源的边界模糊，而真正让争议持续发酵的是顺着这句话被彻底摊开的基金会账本。先看最核心的数据，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年度总收入接近 7.8 亿元，其中超过 99% 的资金全部来自普通老百姓的零散社会捐赠。换句话说，撑起这个公益顶流体量的不是大额企业赞助，更不是韩红个人的巨额投入，而是无数普通人的点滴善意。这里必须先讲一个行业常识，公募基金会发放人员薪资，产生日常运营成本，完全合理合规。专业的团队拿专业的报酬，这是良性运转的基础。没人要求做公益必须节衣缩食，但公众真正无法接受的是极致的人设反差。多年来对外传播的叙事始终是倾尽所有和躬身入局的公益苦行者形象，可实际的运营数据里，基金会高管薪资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数倍，各类办公采购、物资成本也常年被质疑偏高。一边靠着无私奉献的圣人叙事疯狂收割公众信任，一边依托公众捐款维持远超行业标准的运营待遇。这种强烈的割裂感才是信任崩塌最核心的根源。比运营成本争议更致命的是善款分配标准的模糊。此前内蒙古灾情，基金会一次性拨付4000万元物资进行驰援，而在近期广西洪涝灾害期间，公开的捐赠包含200万元现金，加上200万元物资，总计400万元，整整10倍的金额差距，却没有公开的灾情评估细则，没有清晰的分配逻辑说明。老百姓捐款不求回报，只求每一分钱都能用在刀刃上。当大额善款去向没有合理解释时，公众质疑自然会从运营贵不贵彻底转向钱到底怎么分。随之被翻出的还有多年前当场怒斥流浪歌手，痛批对方造假的综艺名场面。我告诉你，在韩老师这里休想，我认的就是真实2个字。你们如果真的即便是乞丐，我都尊敬你们，但是你们说谎，你们骗人，退出这个舞台。如今当事人爆料，全是节目组提前安排的剧本，当年靠剧本立住的政治人设，如今都成了反噬自身的佐证。我们在录制《中国梦之城》的时候，当时我的搭档双浩，他跟那个总编导说，他做过演员，做过保安和一些其他职业，但是总编导他说你们不能说，千万不能说，他说你们要说流浪歌手，打流浪歌手这个标签。后来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没想到被韩红老师攻下来，还说我们是骗子。纵观整个娱乐圈，真正能常年守住公益口碑的艺人，从不会透支大众的善意。第一类是自掏腰包，绝不消耗公众捐款的类型。刘德华30多年来坚持一个原则，从不向社会公开募捐。
古天乐自掏腰包超 3.5 亿港元捐建了140多所学校，把名字刻在校舍上是最坦荡的连带追责担当。花自己的钱叫行善，花别人的钱镀金本质是投机。第二类是坦诚不装，拒绝完美人设的成龙，敢于承认早年做公益带有作秀的心态。我们艺人做慈善是假的，是不是有假的呢？有假有真，我也是从假的做起来。什么叫从假的做起？我小时候暴发户，买钻石表，成名，每天的报纸都是我的新闻，马上就来了。哎呀，你去做这个什么什么大使吧，可以了，你挂个名就可以了。啊，现在医院要你去，我没有空，我早上拍戏，那晚上我要去跳舞，卡拉 OK， 哪有空去做慈善呢？就哇，叮叮喳就，没有过的生活啊！以前哪有过这个生活啊？你都要去做这种东西，你去一天吧，啊，对电影也好，对你的形象也好，哎呀，不去，真的安排好你去一下，就是这么来的。同样，你去了那边，哎呀，一看你小孩子打了螺丝，香港那个叫大口环，大口环呢，叫打了螺丝。大哥，没有叫那个时候 Jackie 啊，就很笑，那个人就讲了，哇，把我讲了天上有地下无，成龙大哥每天想着你们呐，成龙大哥要看你们呐，哇，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惭愧，我就不想来。他现在抽了很多时间来看你，都没睡觉啊。其实我昨天真的是跳舞跳一个晚上。你说是不是？你想我有多坏？啊？他带了礼物给你们了啊！开一些什么礼物？什么礼物我都不知道。他们拆开来之后，看见小孩子拿着谢谢，每个人谢谢我。哇，那个时候我是哇无地自容，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小孩子问我明年来不来，我说明年我来。之后那一年我没好过，每天都想到我对不起这种小孩子，我骗了他们。原来我才想到。哦，原来我不是这么坏，原来我还起码我是坏，内心是好的，是这个社会一些人，慈善，把我教会做人，把我从一个小孩子走上正路。这份坦诚比毫无瑕疵的完美人设更有说服力。第三位是用结果说话，不靠情绪表演的李亚鹏经商屡败，但嫣然天使基金实打实改变了上万个底层家庭。欠了房东的租金，我们现在欠了他2600万，所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有可能是要沉为历史。我说李亚鹏这张老脸在马路边，我他妈就画圆我也能画出一台手术。公益的终极标准永远是落地的成果。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这场风波的本质从来不是韩红一个人的口碑翻车，而是公众对公益的认知正在告别造神时代。过去大家迷信公益圣人，现在大家只认透明的账本、扎实的成果和清晰的边界。我们真正反对的是拿着普通人的血汗捐款包装自己的圣人形象，再用这份形象去兑换人情，兑换商业资源和流量红利。慈善的底色是掏己心出己力度他人，绝非借众人之善度自身精深。公益的终点永远是受助者的笑脸，绝不是聚光灯下的表演。好的，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